今天我们来看一个很酷的宝可梦闪卡效果。这个效果看起来很复杂，但拆开之后，核心其实就是几层 CSS 背景的混合，以及由指针位置驱动的几个变量。看完这期视频，你将彻底搞懂它的核心原理，并能够实现你自己的闪卡效果。让我们开始吧。HTML 结构非常简单，是一个3层的结构。Card 负责提供卡片尺寸、圆角等信息，它本身是稳定不会旋转的。Card Rotator 是真正负责运动的元素，会响应指针的移动进行旋转。Card Front 负责卡片的样式，后面我们加的背景层、纹理层也都会放在 Card Front 中。来到样式这里，我们有2个 CSS 变量，用于控制 Card Rotator 的旋转和倾斜。JS 负责修改变量 ，CSS 通过 Transform 来让卡片倾斜。JS 这边交互的基本原理跟视差 Banner 那一期是完全一致的。指针交互不是这一期的重点，我们快速的过一下跟那期不同的地方，不深入所有的细节。这里我们用一个对象来保存相关交互的信息，其中就包括了当前状态和目标状态。在处理 Pointer Move 事件时，我们先把指针位置进行标准化。这里有2个细节值得注意一下。第一个是我们在标准化输入时会调用自定义的 clamp 方法，把输出的范围压缩到0到100之间。这是因为这个交互是卡片倾斜的效果，在交互时，指针的坐标可能会超过 Card 元素的初始范围。这样的话，标准化的输出就可能超过我们想要的0到100的范围。主动压缩一下这个范围，可以保证交互效果的稳定。另一个细节是，我们在设置转动的目标值时 ，x 设置的是负值。这是因为这里的 x 代表指针在 x 轴的位置，但最终对应的是 tilt left right 这个 CSS 变量，也就是 Transform 中 rotate right 参数。我们要的效果是卡片边缘向指针所在位置靠近，而不是远离，所以这里需要设为负值。另外，这里设置目标值时除以 3.5 是为了限制最大倾斜角度，卡片的倾斜效果不应该过于夸张。在动画渲染循环内，我们按间隔时间计算 delta time， 并以每秒60帧为基准做补偿，让不同帧率下的动画速度尽量接近。在当前值和目标值非常接近时，终止动画的执行，不再继续调用 request animation frame。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我们的所有事件监听逻辑都绑在 card 元素上，而不是绑在视觉上响应指针移动的 card rotator 上。这是因为这种倾斜转动的交互，一旦运动的范围较大，很可能出现交互触发之后，指针位置没变，但元素自己的命中区域却脱离了指针所在的位置，触发了 pointer leave 事件。在 card 上监听事件，可以让整个交互保持稳定。理解了卡片的基础交互，我们可以进入最关键的闪卡效果实现的部分了。由于这个效果是由多层背景叠加变化而成的，直接在当前代码中调试修改不容易看清楚效果。我准备了一个详细的拆解步骤 demo。这个 demo 中核心原理跟之前的例子完全一致，只是把效果拆开，方便我们观察理解。我们先看标为 A 的这一行，这一行通过多层背景的叠加，模拟了卡片上基础的多彩材质效果。第一层就是 A1， 它的作用是提供大面积的颜色变化。样式就是一个重复的线性渐变，这里选择的颜色范围比较广。把 background size 注释掉，可以看到这个渐变效果原本的样子。我们要的效果是在指针移动时发生缓慢的颜色变化，所以需要设置一个比较大的 background size。还需要在指针移动时通过修改 background position 来让这个背景发生位移。在把指针位置转化成 background x 和 background y 时，我们并没有直接使用0到100的输出，而是进一步把范围压缩得更小。这是为了避免背景颜色变化得太快。A1 的效果看起来就是这样的。A2 也是一个重复的线性渐变，不过跟 A1 的功能不同，它的目的是提供宽条纹形状的明暗变化。我们把 A1 和 A2 通过 Background Blend Mode Luminosity 叠加，让彩色渐变和明暗条纹按亮度关系混合在一起。可以看到，现在颜色的变化更加丰富了。真实的闪卡并不是整张卡片均匀变化，为了模拟观察视角的不同产生的细微颜色变化，还需要 A4 这样一个跟随指针的镜像渐变效果。这里渐变的中心会跟随指针移动，背景也会微微移动。看起来是这样的效果。A5 就是把前面这几层背景都叠加起来。
这里我们 Mix Blend Mode 选择了 Color Dodge， 是因为我们希望在跟卡片混合时，让 A5 中亮的地方提亮卡片图案，形成闪卡的效果。让我们把这一行放到主卡片上看看效果。HTML 中先加一个 Card Shine 元素，接下来定义我们需要的 CSS 变量，给刚才新增的元素添加对应的样式。首先是多层背景，然后是对应的 Size、Blend Mode 和 Position。由于 Mix Blend Mode 是 Color Dodge， 叠加原图后产生了过曝的问题，我们使用 Filter 来控制一下强度。接下来添加逻辑，更新刚才新加的 CSS 变量，让背景能够响应指针移动。首先分别定义两个对象，用于储存指针和背景的交互状态，并且把它们加入到需要更新的动画列表中去。定义两个工具方法，用于更新对应的 CSS 变量，并且在更新动画时调用这两个方法。因为我们需要背景移动的幅度小一些，所以再加一个工具方法，用于压缩指针移动的范围。在处理 Pointer Move 事件时，更新背景和指针移动的目标值；在处理 Pointer Leave 事件时，重置背景和指针的目标值。这样卡片的主材质就完成了。我们的卡片已经变成了多彩的，并且会随着角度变化展现不同的颜色。对比最终效果，我们会发现它还缺少一些斜向的动态高亮条纹，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些高亮条纹是如何实现的。这些高亮条纹效果依然是多层背景叠加形成的。B1 这一层是一个重复的线性渐变，它的作用是提供彩虹一样的颜色变化。渐变的角度是0度，所以颜色会沿垂直方向变化。同时 Background Position 中只使用了 Background Y， 所以在交互时背景也只会纵向移动。B2 这一层才是真正提供条纹形状的，它也是一个重复线性渐变，但是颜色基本集中在深色和浅色之间。当看这一层时，它就是一组斜向的宽条纹。当我们把 B1 和 B2 叠在一起时，就得到了 B3。注意，这里用的是 Background Blend Mode Hue， 可以把它理解成用 B1 这组鲜艳的颜色给 B2 的高亮条纹染色，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层会随着指针移动的彩色高亮条纹。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效果加回主卡片，它仍然属于卡片自身材质的一部分，所以不需要新的 HTML 元素，而是用伪元素来承载它。因为伪元素要和 Card Shine 本身重叠，所以我们先把它变成 Grid 容器，然后添加 After 伪元素。这里先定义一组颜色变量，也就是刚才看到的彩虹色。伪元素本身必须有 Content 的属性。我们用 Grid Area 1到1让它和副元素重叠，并且继承副元素的圆角。接着添加2层渐变背景，第一层提供颜色变化，第二层提供斜向的高亮条纹。然后设置这2层背景的混合方式、尺寸和位置。最后我们使用 Mix Blend Mode Lighten 把这层效果叠加在卡片上。可以看到，现在卡片不只有大面积的颜色变化，还多了一层动态的高亮条纹，反光的感觉更加真实了。观察最终效果，还有一个会跟随指针移动的高光区域，它模拟的是外部光源打在卡片上的反射，而不是卡片材质本身的颜色变化。接下来我们看看它是如何实现的。第一是这个效果最基础的形态，它只是一个镜像渐变，中心是比较亮的白色，边缘逐渐过渡到黑色。第二这一步把镜像渐变的圆心改成了动态的位置，这里可以继续复用前面已经实现过的 Pointer X 和 Pointer Y， 所以现在指针移动到哪里，高光的中心就会跟到哪里。接下来可以使用 Mix Blend Mode Hard Light 让这层光斑叠加在卡片上，它会形成像聚光灯照射一样的效果。回到主卡片，因为这次模拟的是外部光照，而不是之前的卡片材质，所以我们单独加一个 Card Glare 层，让这2类效果保持分离。接下来给 Card Glare 添加样式，它的核心就是刚才看到的动态镜像渐变。因为跟随指针移动的效果之前实现过了，这里可以直接复用 Pointer X 和 Pointer Y， 这样跟随指针移动的反光效果就完成了。不过这里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即使指针没有交互，卡片上也有一层很强的反光。我们想要的应该是静止时反光相对克制，指针移动，卡片倾斜之后效果才逐渐变强。我们可以通过动态的设置 opacity 和 filter 来控制这些效果的强度，
这就需要两个 CSS 变量。第一个是 pointer from center， 跟踪指针离中心的距离，在这个例子中等同于卡片的倾斜程度。第二个是 effect intensity， 负责开关整体效果。先来处理 card shine， 这里我们让它的 opacity 直接等于 effect intensity， 这样在没有交互时这一层就默认关闭，指针开始交互之后再随着动画逐渐显示出来。把 filter 里的亮度和 pointer from center 挂钩，这样卡片倾斜的越明显，材质反光的效果就越强。对于 card shine after， 我们让它的 opacity 同时受两个变量控制，没有交互时只能看到一点效果，卡片越倾斜，条纹的效果就越强。card glare 模拟的是外部光源反射，所以也是同样的思路，指针离中心越远时，反射就越明显。接下来要让 JS 修改这两个变量，先处理 effect intensity， 我们把它放进 pointer spring 里，和指针位置一起更新。然后更新 set pointer， 把新加的 effect intensity 写到 CSS 变量中。更新动画时也要把当前 effect intensity 传进去。在处理 pointer move 时，把 effect intensity 的目标值设为1。处理 pointer leave 时，把它重置为0。接下来是 pointer from center， 我们添加一个工具方法，直接从当前的指针位置计算出这个参数。这里计算的是指针到中心点的直线距离，因为指针坐标已经被标准化为0到100，所以中心就是50到50。除以50之后，指针在中心时是0，离中心越远数值越大，在角落时会超过1，所以需要再用 clamp 压缩一下范围，让它处于0到1。有了这个方法之后，就可以在 set pointer 的时候顺手更新 pointer from center。可以看到，在默认状况下不会有明显的反光了，整个效果更加接近于真实闪卡在不同观察角度下的变化。观察最终效果，会发现卡片表面有一层很细的纹理，并不是一张光滑的卡片。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纹理应该如何实现。这就是纹理素材原本的样子，它是一张可以无限重复的图片。我们只需要把它作为 background image 放上去，因为 background repeat 默认值就是 repeat， 所以它会自动铺满整张卡片。这里再通过 background size 控制纹理颗粒的大小。F1 就是加入纹理之后的效果，因为这个纹理模拟的是卡片表面材质的一部分，所以它应该和其他的材质放在同一个 background image 里。我们把它放在第一层。由于 background image 改变了，这里 size、blend mode 和 position 也要同步更新。blend mode 这里使用 difference 让纹理层和其他层混合，突出纹理的效果。position 这里要注意这层纹理本身是不跟随指针移动的。最终效果就是卡片表面的纹理固定不动，但纹理里面反射出来的颜色在变化。接下来给主卡片添加纹理。先在 card rotator 中定义两个变量，分别是纹理素材的路径和它的尺寸。然后在 card shine background image 最前面插入纹理图，并给它设置对应的尺寸。更新 blend mode 以及对应的 position。到这里，一张宝可梦闪卡的核心效果就完成了。GS 做的事情其实很少，只是更新不同的 CSS 变量。真正的视觉表现都交给 CSS 的渐变、blend mode 和 filter 来完成。理解了这个结构之后，这套方法就不只适用于宝可梦卡，也可以用在其他需要材质反光的 UI 里。希望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启发，我们下期再见。